每次在旅行前，我朋友都会问我旅行过这么多国家，还有过长时间旅居的经验，是不是早就不需要做任何的准备和规划了？其实恰恰相反，说实话，我并不是天生擅长这些事情，而是通过一次次的旅行，慢慢总结出了这些核心的行为习惯。今天呢，想和你们分享几点基于我平时在生活里累积出来的习惯，这几件事情都是让我在生活的各个细节上变得有条理，不会再表现得慌张无头绪。第一点习惯可以说是我旅行的黄金法则，它是我长期去坚持做的这么一件事，那就是提前一天把行李收拾好。听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吗？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到退房当天再去收拾，更不用说要是你要赶早班飞机、火车、高铁之类的，提前一天去收拾行李，可以避免因为匆忙而遗漏掉的东西，检查那些重要的小物件，例如耳机、充电宝、首饰，我会收拾的特别细致。洗漱用品呢，也只留一支牙刷、面霜和防晒霜，顺手还会检查一下重要文件是否还存在。另外，第二天要穿的衣服也一定会提前准备好。接下来这第二点的习惯也是我提过几次的，那就是我会将所需要用到的所有重要文件放在随手可及的包包隔层里，这样在办理登机手续、过海关或者是在入住酒店的时候，拿取文件就会变得非常方便。我通常会用文件袋将它们收好，再放进包的最前面。另外呢，这些重要文件的备份电子版也都会存在手机里。不管是在做什么事情，每次轮到我在排队等候的时候呢，我手上是已经会将所需要的文件拿好。我是坚决不会等到最后1秒钟才急急忙忙翻开包里找，这样不仅浪费时间，还让你在某些重要场合里显得你不专业、没有头绪的样子。我们现在真的很依赖手机，没有了手机简直就是寸步难行，因此在旅行中最害怕的就是网络信号不稳定，这也是很常见的事情，更不用说在异国旅游用的还是不怎么稳定的移动网络。我遇到过在火车站时网络不好，加载不出来车票，也遇到过入住了一个位置比较偏僻的民宿，信号很差，没办法加载出来入住房子的信息，加上我的手机是 eSIM， 所以呢，我在抵达目的地国家之前，手机的信号是必须要有。那如果在关键时刻无法加载出来，或者是没有提前保存好2维码，那我真的是要失联了。不管我是入住酒店、去参观景点要买门票，还是落地新国家后需要填写入关信息，我都会截图保存航班信息、酒店入住凭证、门票的2维码这些信息，确保即使我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也能顺利进行。这第4点的习惯呢，是能提高在机场过安检的效率。像我每次出远门都会带相机和一台拍立得，我会提前将这些需要单独检查的电子设备放在一起，电脑呢也是提前拿出来放在手上，这样我在过安检时可以快速的将它们取出来。那如果不太清楚的朋友们，我是有 TSA Pre-Check， 意味着我每次从美国飞的时候呢，不需要将包里的物品拿出来。每次旅行呢，我依旧还是会将电子产品放在一起，液体不超过100毫升呢，也会另外装进透明袋子里面，因为你无法确保机场里面会发生的一些意外。我习惯在坐飞机或者搭乘任何交通工具时，至少提前1个小时甚至更早到达。有人可能觉得这样太早了，但我认为这是为可能会发生的意外预留下来的缓冲时间，比如交通堵塞、临时路线变化、紧急情况，这些都可能导致延误。这里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有一次我要坐火车去日本的机场，具体哪一个机场呢我忘记了，好巧不巧就碰上了火车故障停了下来，大概是停了40分钟左右，离我登机时间还有1个小时。当时呢我还要办理托运行李，我就一直在担心赶不上飞机，反倒和我同行的其他朋友们都很自信的认为能赶得上，尽管最后是顺利赶上了。我在想啊，如果是能尽量早到，减少这些事情发生的概率，为什么不去这么做呢？这样的焦虑我是再也不想有了。所以呢，我更追求一份在旅行中的从容感，而不是着急忙慌的场景。请在看我视频的朋友们在下面留言评论一下，有多少人是会早点排队登机，还是说等排队的人少了之后再上飞机？我是会提前排好队
会去登机。那这里呢是我的说法，大部分出行呢我都只会带一个登机箱或者一个背包。飞机上的行李舱空间有限，属于先到先得。要是登机比较晚，就会发现行李舱早就被塞满了。我遇过好几条航线上的乘客非常多，他们除了行李以外，还有大包小包的伴手礼，最后行李只能放在远离座位很远的地方，或者是被迫托运。对于火车来说的话呢，提前上车也能让你优先选择放置行李的位置，而不是等到行李架子都放满了，你的行李箱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地面上滑来滑去，没有地方放。出门在外总少不了拍很多美美的照片，美丽的风景照。那照片呢，都是作为我们最珍贵的回忆。当你一天下来后，躺在酒店的床上，面对几百张的照片，甚至都不知如何去筛选，会觉得这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我以前就总是把这件事情拖到最后，连相册都不愿意打开来看，结果旅行结束后发的动态都已经过时了。现在我会做的事情就是会利用空余的时间筛选相册里面的照片，并且删除一些模糊不清、角度不好、重复的照片，这样能在后期选择照片的时候更加简单。要是你问我在旅游过程中是如何保持极简，我的答案一定是手洗自己的衣服。这么久以来呢，我都会坚持每晚手洗贴身衣物，还有一些薄的衣服和内搭之类的。2-3个晚上的短途旅行那还好，可以攒到回家再洗，但如果是超过4天以上，甚至是更久的行程，我是建议你去手洗自己的衣服。你可能觉得洗衣服很麻烦，但这只是几分钟的时间啊！只要衣服不脏，没有明显的痕迹，你用水加洗手液简单的搓洗一下，洗掉衣服上的汗味就可以了。以上提到的这些小习惯，都是我在多次旅行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旅行呢，本该是个放松的过程，你完全可以通过这些细节上的小事情，让旅行体验更加顺滑。最后，我还想强调一下，每个人的旅行方式和喜好都不一样，我仅分享个人看法和经验。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拜拜。